如果是90后的你，相信对彩虹编织机肯定不陌生。彩虹编织机曾经在几年前掀起了一股热潮，因为制作过程简单，可以随着创意制作出自己喜欢的手环和各种不同的作品，赢得了当时不少中小学生的心。彩虹编织机源自于美国，之后从韩国流入了马来西亚，背后的发明人其实是一位来自大马华裔，在误打误撞下所发明的。欢迎来到丁丁，丁丁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让大家在紧张压力的生活中带点轻松的气氛，同时又能提高学习，所以记得按下订阅哦。彩虹编织是一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可以将各种不同颜色的彩色橡皮筋做成手环、首饰和吊饰等等。而彩虹编织机的发明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工程师吴昌俊。吴昌俊在马来西亚的乡区小镇长大，因为当时无法进入国立大学，在1991年到美国念书，毕业后决定留在美国工作。他当时发明彩虹编织机的灵感是来自2位女儿。在2010年的一个晚上，吴昌俊的女儿用小橡皮筋做手环，当他想加入他们一起玩时，才发现自己的手太粗大不能玩，于是他便想了一个办法，找来一块木板，在木板上钉了几排图钉。虽然专职简单，但是吴昌俊就只用了这块木板和木板上的钉子，让橡皮筋在上面绕，就能把橡皮筋编成大手环。吴昌俊的装置成功吸引了2位女儿，她们对爸爸的设计感到非常的惊讶，也开始发挥创意，用它来编织许多精致的手环，送给朋友和身边的人。吴昌俊的2位女儿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和灵感，再加上他自身的机械工程师背景和知识，坚实的基础在他制造彩虹编织机的过程中也有了很大的帮助。于是他把木板改良成塑料，开始正式制作和出售彩虹编织机。当吴昌俊决定要创业时，他一心想把全家的储蓄投入到这个彩虹编织机的发明，但太太其实并不支持。于是他每天都待在地下室到半夜，编出了各式各样的手环、花带和脚链等等。为了打动太太，每一次一想出新的织法，他都会亲自拿到太太的面前让她过目，甚至还会把正在睡觉的太太叫醒。但是当时太太根本就心不在焉，只会叫他早点睡。直到有一天，他用尽心思做了一个彩色的橡皮筋戒指，偷偷地走到太太面前，把它套在太太的手指。这一次，太太终于被吴昌俊打动了，也开始发觉吴昌俊对这一次的发明是认真的，值得让他试试看。原本以为终于得到了太太同意的吴昌俊，又面对这另外一个问题。他想要生产彩虹编织机，但是美国制造商的价格对吴昌俊来说已经远超出了他的预算。吴昌俊只好走出美国，到中国南部看了几家工厂，最后和其中一家工厂达成协议，签下了合约。他将自己只剩下的1万美元全部投入了生产第一批的彩虹编织机，5000美元用来生产塑料编织板，另外的5000美元则用来生产彩色的橡皮筋。第一批的橡皮筋在2011年运到了吴昌俊在美国的家，但是他又再次面对了问题，所有的橡皮筋在运送的过程中都沾满了灰尘，需要清洗干净后才能卖出去。吴昌俊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好像把橡皮筋倒进有肥皂水的浴缸里，搅动后再用毛巾擦干。他也尝试过把橡皮筋装进保护袋，放进洗衣机清洗。好不容易解决了橡皮筋后，第一批定做的1万个钩子也出现了问题。吴昌俊发现这些用来拉伸橡皮筋的钩子尺寸不对，逼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用锤子一个一个敲打成对的形状。问题解决后，最费时费力的还有组装彩虹编织机和包装橡皮筋。除了要将大量的橡皮筋分装成一小袋一小袋，还需要把不同的零件组装成编织板，整个工程都需要吴昌俊亲自动手。这一条创业之路对吴昌俊来说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他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因为他所投入的1万美元本来是2位女儿未来读大学的学费。当时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在夜里组装，而太太会在白天时包装。包装好后，吴昌俊和太太开始到处寻找彩虹编织机的销售管道。
他们在美国当地的玩具店和商场货摊推销这款玩具，但是却没有人懂得欣赏，还常常被店里的老板赶出来。吴昌俊带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回家。之后吴昌俊还是没有死心，他认为卖不出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玩，于是他便拍下女儿的教学视频，然后放到 YouTube 上，还购买了谷歌广告宣传，同时也创建了网站。开始销售彩虹辨识机的第一年，他们的销售量几乎是零，一直到2012年7月的某一天，一家名为学习快车的玩具连锁店突然联络吴昌俊，想要尝试销售彩虹辨识机。刚开始他们只订了24套，2天后又订了2倍的彩虹辨识机。过了不久，对方直接下了值1万美元的订单。吴昌俊和太太都不敢相信电脑里开始不断增加的订单，但是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手工来装配彩虹辨识机，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人力。原本是家庭主妇的太太变成了全职彩虹辨识机的制造商，吴昌俊也辞去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工作。短时间内 YouTube 上出现了大量彩虹辨识机的视频和网红。2013年，彩虹辨识机成了 Google 被搜索最多次的玩具，也被 BBC 评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玩具，引起了美国工艺品零售龙头麦克尔斯商店的注意。那一年的8月，彩虹辨识机正式在美国所有1125家麦克尔斯连锁店销售。麦克尔斯副总裁还表示，彩虹辨识机的销量比公司那么多年来卖得最好的儿童产品还要好上10倍。用橡皮筋制作出不一样的物品已经成了吴昌俊一家人的兴趣。在他们的巧思下，无论是衣服、帽子、首饰和玩偶等等，都可以用彩虹辨识机完成。就这样，这个小活动和工具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和关注。除了在美国，彩虹辨识机在其他国家也开始流行，形成了一股热潮。玩具店等等都售卖不同大小的彩虹辨识机。彩虹辨识机在2013年一共卖出了300多万套。吴昌俊所开的公司估计值大约1.36亿美元。从吴昌俊家的地下室搬到仓库，吴昌俊也请了11位员工，但他还是坚持不断地设计新款产品。在2014年，吴昌俊已经是美国百万富翁。那一年，英国的王子威廉和太太到澳洲访问时，一位澳洲小女孩送了凯特王妃一个用彩虹辨识机编制出来的橡皮筋手环。凯特王妃当场戴上手环，让彩虹辨识机在英国开始大受欢迎，销量也即刻就上涨了3倍。美国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也穿上由橡皮筋编织的衣服，许多名人都是彩虹辨识机的粉丝。当时还有2间纽约的学校进了彩虹辨识机，因为小朋友们都玩上瘾了，无论是上课和下课都在制。彩虹辨识机能够吸引不同年龄层的玩家，主要原因是价格便宜，就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彩虹橡皮筋和辨识机。当时这款玩具火得全球都在用它来制作出不同的物品，各式各样的手环、迷你包包，更有不少人用它来做出自己喜欢的衣服穿在身上。吴昌俊的人生因为这些小橡皮筋发生了变化，因为彩虹辨识机从一开始只有1万美元的吴昌俊，创造了值1亿多美元的公司。谁会想到一个小橡皮筋能够成为世界各地热爱的玩具呢？所以无论是各行各业都会有成功的机会，都应该被尊重和珍惜。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成功。你也玩过彩虹辨识机吗？你曾经做过哪些物品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享，记得按赞、关注与分享。